这才是跑酷玩家最难征服的赛道。6名玩家将徒手攀岩85度的斜坡，只要全员不触碰地面成功爬过去，就能瓜分10万奖金。整面墙壁光滑无比，几乎垂直于地面，而寥寥无几的台阶只有半根手指的宽度。小胖很想跟紧强者的步伐，但他带不动250斤的身体，只能跑远一点助力往上跳。黄毛继续往下一个台阶移动，后面的队友也加入了战线。倾斜的墙壁非常危险，他们必须小心移动，时刻观察前面的路况，必定谁都不想当那个罪人。黄毛向上一跳，悬挂在半空中，这对他来说很吃力。好在终于追上了黄毛的步伐，其他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往前爬，而阿伟却不走寻常路，但是越往前走台阶越少。黄毛紧紧抠着砖缝，吃力的前往下一个台阶，上面的杂草很影响抓握。切换到新的台阶时，小胖突然感觉很害怕，只差一点点脚尖就够到了，但他不敢放手。小胖垂下身体拉短距离，才发现小短腿距离台阶还是很远，他不敢赌运气，只好又爬了上去。后面的队友为他鼓励加油，小胖只能硬着头皮再试一次。黄毛在下面准备接应他，在经过了短暂的思想斗争后，小胖害怕的又爬了回去。后面的阿伟已经等不及了，他看出了小胖的难处，准备借一条腿给他加长。小胖惭愧的无地自容，队友们从不嫌弃笨拙的自己，反而处处维护帮助他。这一次不能再拖团队的后腿了，他鼓起勇气再次尝试，白费。小胖又可以继续前进了。后面的2位一样很吃力，在垂直的墙壁上跳跃很难控制力度，杰克颤颤巍巍，差一点就摔下去了。在经过一段有台阶的墙面，前面又开始出现断崖了，而且台阶上的杂草更多，砖缝也出现了破损。黄毛仔细查看有没有松动的位置，然后悬挂在半空开始往前移动，距离目标还有10米的距离，前方已没有任何台阶。黄毛利用大摆绳成功到达终点，这也为队友树立了榜样。而小胖依然不敢前进，他让队友趁热打铁一跃过去。阿伟沿着黄毛走过的路线攀爬，这么长的距离非常危险，他咬紧牙关一直撑到了绳索处，2只脚好像傻了一样没有及时做出回应，也可能是眼睛进土了没有看清路线。杰克挑战失败了，小黑也用同样的方式抓住了绳索，这才是千人捉迷藏最逆天的隐身方式。8个伪装大师将极限躲藏在学校里，只要坚持20分钟不被找到，就能赢得100万奖金。1号玩家永野在图书室发现一个嵌入式的书架，将其打开之后，里面就能藏着下一个人，而且外面卡槽的很结实，学生们根本打不开，只有拿走中间一排的书本才能找到他。这个位置非常隐蔽，估计侦探来了也解不开谜团。2号玩家山田在教学楼后面找到一处神秘的角落，他建造一面墙壁将自己封在里面，只有打开下方的砖块才能找到他。有这么结实的红砖保护，山田躲在里面很有安全感。3号玩家松尾将目标选在了老师的汽车上，他要伪装成方向盘躲在车里，只要一动不动就没人能分出真假。自信的方向盘也藏好了。4号玩家刚步在后门看到一阶铁质的楼梯，只要打开一侧的铁皮就能藏进去，虽然造型有点曲折蜿蜒，但是为了奖金屈身忍一忍也是值得的。5号玩家赛亚将小卖部的货架延伸出30厘米，隔出的空间就能藏在里面，只有打开层层摆放的画板才能找到它。唯一的破绽就是画板后面的黑布，但是有缝隙的架子谁会想到里面能藏人呢？6号玩家粗品在体育馆的2楼发现一处夹角，将其填满之后就能形成藏人的空间，再将表面呈现出落灰的质感，它就能高枕无忧地藏在里面了。7号玩家菊田脑洞大开，竟然伪装成楼顶的探照灯，白天不需要发光发热，而且空荡荡的天台也不会有人上来找。你还别说，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。其实只要换一个屏幕清楚点的手机，还是能找到破绽的。大家换新后旧的都是怎么处理？像我的 iPhone 14 Pro Max 找转转上门回收了4300多，而且转转现在可回收的品类特别多，小到相机和镜头，大到吉他球杆，甚至就连运动相机、包包和腕表都能回收，一键下单通通打包带走。总之有东西要回收，我首先推荐转转。8号玩家秋山这期依旧是灯下黑，他混进表演舞团的队伍里充当舞者，只要表现得从容淡定就不会引人注意。8个人全部隐藏完毕，1200名高中生迫不及待要开始找人了，只要在20分钟之内找到他们，奖金就能留在学校，还能放假3天。倒计时开始，学生们快速跑向校园，开始地毯式搜捕。他们一向熟悉的场地，能不能找到所有人赢得比赛呢？冈部的身边有2位学生跑过，他们丝毫不关心路边的楼梯。图书室作为热门场所，更多的学生跑进来找人。这时2位男生正在扒拉永野的书架，很谨慎地拉出来一排书本，没有发现异常又走了，看来还是太年轻，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。赛亚的小卖部也出现了很多学生，其中一位男生好像发现了不对劲，但是表面做的足够逼真，还是打消了他们的疑心。山田的后墙人来人往，他们匆匆跑过，并没有看到突然多出的墙壁。秋山已经完全融入到舞团的队伍里了，他忙碌地收拾着道具，根本不敢抬头看，而菊田就在头顶静静地看他笑话，一度怀疑怎么没有发现他。粗品的箱子被几位学生敲了几下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开了，这也太草率了。松尾的小汽车特别不起眼，
没有人往里看，也没有人打开它。难道他伪装的这么逼真吗？时间过去了5分钟，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。秋山低着头跟着队友往前走，这时突然传来学生们咆哮的声音。原来他们发现了摇头晃脑的探照灯。菊田也太不小心了，他被第一个找到了。学生们分布在学校的各个角落翻找，不留痕迹的伪装几乎能骗过所有人。如果没有火眼金睛，怎么能找到他们呢？秋山被护送着再次出现在室外，一名学生老远就发现了异常，他站在远处确认了半天，终于鼓起勇气前去查看。秋山赶紧往另一边移动，他逃走的同时，男生已经确定了目标，赶紧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秋山藏无可藏。ですよね。秋山的灯下黑又被识破了，他也被淘汰了。时间过去了8分钟，他们只找到了2个人。冈部的楼梯被踩得咚咚响，但是没有人会检查这么小的空间。松尾的汽车旁又出现了几名学生，一位女生发现车门被锁住了，而后备箱可以打开。当他伸头往里面查看时，不一样的方向盘还是被发现了。松尾也被淘汰了。这时2名学生径直走向了永野的书架，他感觉这里可能会打开，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出口，然后又走了。小学生拿捏，紧张的永野松了一口气。这时一位女老师在前面瞅来瞅去，她也在寻找出口吗？主持人让她离远一点，看来老师也跟着着急了。时间过去了10分钟，还有5个人没找到，比赛越来越好玩了。突然一位男生停在粗品的旁边观察了半天，他在思考吗？怎么又走了？粗品偷偷松了一口气，没等2秒钟，他又带着同学回来了，然后淡定地打开盖子。粗品被他的回马枪惊呆了，原来这个位置他经常使用，一眼就看出了端倪。时间还剩下7分钟，还有4个人没找到。学生们打起精神继续翻找，他们藏得巧妙且隐蔽，一般人看到也不会起疑心。就这样骗过了大部分的学生。山田的旁边突然出现了很多人，但他们看向的却是反方向。其中一位男生在墙壁上拍了几下，没有发现异常又走了，再一次完美错过了。这时时间还剩下4分钟，学生们丝毫没有线索。一名男生在冈部的头顶跳来跳去，他看向远处的屋顶，也没有怀疑脚下的楼梯。只剩下最后2分钟了，他们找来找去，逐渐失去了信心。没有人能跟上伪装大师的脑回路，总是在怀疑和行动上分道扬镳。这么多学生竟然找不到4个人。时间开始倒计时，他们输得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，藏到最后的4人赢到了比赛。节目组开始揭晓答案，学生们既惊喜又后悔，近在咫尺都没有找到，他们也太会藏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找到他们吗？这才是捉迷藏最逆天的隐身方式。6位顶级玩家将极限伪装隐藏在学校里，只要躲过1500名高中生限时10分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00万奖金。反之，奖金就归学校所有。1号玩家冈部在墙边发现一台落灰的空调外机，他将里面的机器腾空之后，就能留出藏人的空间，只要不打开盖子，就没人能找到。这样的伪装技巧简直脑洞大开。2号玩家粗品则把目标选在了空旷的体育馆，里面有10几个收纳椅子的大抽屉，只要把最深处的几十张椅子掏空，就能不留痕迹的躺在里面。这么多椅子，这么多抽屉，谁能一一打开挨个寻找呢？3号玩家菊田在操场看到一种铁疙瘩滚轮压路机，他让美术师精心打造出一模一样的质感，从外面看几乎没有差别，只不过里面是空心的。一台不常用的废铁能不能骗过学生的眼睛呢？4号玩家赛亚将图书室的书架延伸出20厘米，隔出的空间就能藏在里面，唯一的破绽就是桌面变宽了，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细节。5号玩家松尾这一期依旧是显眼包，他要伪装成一颗篮球藏在体育馆的仓库里，只要和其他篮球融为一体，就不会让人发现。而6号玩家秋山选择灯下黑混入敌人的内部，他要伪装成一名学生加入大部队寻找，只要戴上口罩就能骗过所有人。这样的反常操作你认为可行吗？6个人全部躲藏完毕，1500名高中生即将开启暴走模式，如果在10分钟之内找到他们，奖金就能留在学校，还能放假3天。本想好好拍摄记录下学生们找人的过程，不巧手机却出问题了，是时候换一台了。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，华为 Mate 60 Pro 才3300，配置跟新款也没差多少，还便宜了2600。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买2手性价比更高，而且转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。他家游戏机也很不错，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。学生们快速冲出教室，跑向校园。秋山猫在一边趁人不注意赶紧加入了队伍，他们都急着找人，没有谁会在意旁边陌生的同学。冈部透过丝网看到学生们从身边跑过，一切尽在预料之中。菊田的身边也出现了2名学生，但他们只检查了旁边的小屋，对地上的铁墩没有起一点疑心。粗品这边有一名学生扒着抽屉往里看，当他看到存放的全是椅子时，瞬间打消了怀疑。粗品的双重伪装也太保险了。
松尾的仓库也跑进来几名学生，他们踩着球筐往其他地方检查，殊不知篮球上有一双眼睛在悄悄盯着他们。两位男生在赛亚的旁边检查书单，距离很近，让他紧张到不敢动弹。菊田的一脚又跑过来两名学生，一个在检查旁边的小屋，另一个用脚踢向了压路机，一碰就打开的铁盖也太不正常了。菊田藏得费劲巴拉，还是被找到了，成功淘汰了一个人。时间还剩下7分钟，秋山兴奋的原地转圈圈，谁都不怕的感觉简直太好了。松尾的仓库出现了很多学生，他们找来找去，始终没有人看一眼篮球。图书室里的学生更多，他们大多都是用眼睛看，能不动手绝不动手。粗品的抽屉也是没有人往外面拉，如果用眼睛能找到，那还叫什么伪装大师？松尾的仓库又涌进来一批学生，其中一个男孩在检查球框时突然看到了大腿。松尾也被找到了，又淘汰一人。这时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秋山在校园里到处溜达，偶尔装一下找人的动作，而冈部窝在空调外机里非常难受，他的身边不停的有学生经过，可能动一下就前功尽弃了。这时一位女生摸了下赛亚的桌子，突然就感觉不对劲了，这个位置她经常来看书，以前也没有这么宽呢。赛亚也被找到了，他被学生们围攻时，秋山就在后面假装学生拍照，还不忘跟队友炫耀一下战绩，然后再跟着人群顺势离开。就这样他成功活过了7分钟，还有3个人没找到，但是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学生们找得很用心，这时一位男生触碰到了空调外机，他甚至怀疑自己想太多了，也不敢相信里面能藏人。体育馆的大抽屉终于有人打开了，但是他们只看了一眼又跑走了。粗品藏的依然很淡定，这时秋山也过来寻找队友，他是来揭露真相的吗？当看到其他学生靠近时，秋山担心自己暴露，赶紧离开了。冈部的身边一位女生看了半天，没有发现异常又走了，但是走了2步又折返了回来。她突然想到这个机箱好像太轻了，回来又抬了一次，确实不对劲。拉开盖子就看到了冈部，冈部也被淘汰了。秋山又在人群的后面佯装拍照，明目张胆的充当学生，这次又要炫耀战绩了。殊不知他的旁边有2位女生一直在拍他，等他想要逃跑时，已经被人盯上了。几位女生同时认出了秋山，他就这样送上门了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时时间还剩下30秒，只剩下粗品没找到了。放椅子的抽屉满满当当，怎么可能会藏人？就是这样的反思维伪装，他骗过了很多人，直到时间结束也没有人找到他。节目组开始揭晓答案，学生们被他的伪装技巧折服。恭喜粗品成功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找到所有人吗？这才是捉迷藏最逆天的隐身方式。8个伪装大师将极限隐藏在学校里，只要躲过1000名高中生长达20分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00万奖金。反之，奖金就归学校所有。1号玩家冈部在杂物间发现一大捆粗麻绳，将其卷成筒状，就能不留痕迹的藏在里面，而且凌乱的麻绳从视觉上就不会让人怀疑。冈部的藏身方式堪称教科书级别。2号玩家秋山在仓库的后墙上延伸出新的墙壁，隔出的空间足可以藏得下一个人，再用同样的颜色粉刷遮盖，谁会在意一面冰冷的墙壁呢？3号玩家赛亚把目标选在了学校食堂，他将门口的自动售货机扩大了1倍，根据身高体重预留出足够的空间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在里面了。而且学生们更偏爱档口现做的美食，自动售货机已经没人使用了，赛亚很有信心能藏到最后。4号玩家松尾在图书室也找到一个好地方，他将管理员的电脑桌更换为可藏身的机关箱，而露出的头部恰巧用电脑遮盖，这1比1复刻的动态壁纸几乎能以假乱真。松尾的灯下黑你觉得可行吗？5号玩家粗品在工具室发现一排排缝纫机，他将原来的桌子替换成可以藏身的桌子，只有拿开缝纫机的盖子才能找到它。这么冷门的工具一般人不会去碰，粗品认为藏在这里非常安全。6号玩家菊田准备藏在游泳池的角落里，他将全身涂满颜料贴合池底的颜色，只要在水中一动不动就没人能找到。你还别说，不仔细往水里看还真发现不了，其实只要换一个屏幕清楚点的手机还是能找到破绽的。最近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，我这苹果15只花了3300，就比16少了个拍照键，却便宜了2600。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买2手性价比更高，而且转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。他家游戏机也很不错，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。7号玩家宫镜在走廊的尽头添加了2个储物柜，加上地板的高度正好可以塞得下一个人，而且目测柜子的容量很小，一般人不会想到里面能藏人。8号玩家中村在多媒体教室发现一处隐蔽的角落，他要砌面墙把自己封在墙壁里，从外面看一点痕迹也没有。凭空消失的中村谁能找到呢？8个人全部隐藏完毕，被集合在一起的1000名高中生即将开始暴走模式，20分钟之内找到他们，奖金就能留在学校，还能放假3天。
学生们在熟悉的校园里飞奔，想要找到区区8个人还不是轻轻松松。但是藏身的各位可是顶级玩家，就看他们的脑回路能不能跟得上了。图书馆的松尾淡定地充当壁纸，学生们乌泱乌泱地从旁边跑过，没有一人注意到管理员的尴尬表情。再看粗品那边，有位女生明明碰到了缝纫机，就是没有打开盖子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赛亚的自动售货机非常低调，甚至不会有人回头看一眼，而杂物间的冈部藏得心惊胆战，他的身边不停地有人进来翻找，每次都碰到了麻绳，但是每次都没人扯开，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。1000名学生分散在学校的各个角落，他们都在很努力地寻找。泳池里的菊田隔一会就要出来换气，而学生们跑来跑去，始终没有发现他。菊田的伪装技巧也太高了。再看宫镜这边，2位男生一直跑到了走廊的尽头，突然多出的储物柜越看越不对劲，而且这个位置他几乎每天都来，以前也不长这样啊。宫镜被淘汰了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第1个人。时间过去了4分钟，所有人都在紧张的搜捕中。这时，一位戴眼镜的男孩径直跑向了管理员的方向，上下看了半天，结果什么也没有看见。难道配的眼镜不够清楚吗？但是后面的2位女孩眼神好使。他们终于找到了松尾，又淘汰1人，剩下的6位玩家紧张的手心冒汗。这群高中生也不全是近视眼。再看餐厅这边，2位女生在自动售货机旁停留了半天，她们发现投放纸币的出口被封死了，以前明明是开放的，难道有人动了手脚？赛亚也被找到了，只用了6分钟就找到了3个人，果然是人多力量大。游泳池里的菊田灵活切换着水位，他时不时的就露头换气一下，这种体验既紧张又兴奋。另一边的多媒体教室聚集了很多的学生，其中2个女孩掀开幕布，发现了隐蔽的角落，这面墙壁怎么还翘边了？听声音好像是空的。中村紧张到手脚发抖，还是没躲过被找到的命运。这位女生的观察力很强，中村也被淘汰了。菊田在水中躲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，她的自信心爆棚，也变得越来越大胆，有人的时候也敢出来换气。终于被眼尖的学生发现，失去了比赛资格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时时间还剩下11分钟，还有3个人没找到。秋山的后墙终于迎来了第1位学生，但他只翻了一下石头就走了，这个位置隐蔽的有些落寞。再看粗品那边，一位细心的女生发现桌子的厚度跟以前不一样，但是独立排放的缝纫机能藏人吗？她甚至怀疑自己异想天开。粗品心跳加速，祈祷他们赶紧离开，但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围了上来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桌子呢？直到一位男生无意中打开盖子，才发现了粗品的藏身处，他们又淘汰1个人。这时时间还剩下8分钟，还有2个人没找到。学生们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，他们依然激动地寻找着。冈部的杂物间非常热闹，这里很凌乱，似乎更适合藏人，但就是找不到会藏在哪里。秋山的后墙也出现了很多的学生，但他们也仅仅是看一眼就走了。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，学生们翻箱倒柜，几乎找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，而冈部和秋山顶着35度的高温一动不动，时刻紧绷的情绪让人汗流浃背，但是为了奖金还能再忍一忍。这时时间还剩下3分钟，冈部头顶的麻绳被翻来翻去，眼看就要被扯开了，却突然被另一个女生扰乱了方向。好险呐，差一点就被找到了。很快只剩下最后1分钟了，他们找不到剩余的2人也变得紧张起来，到底藏哪去了？就差没有掘地3尺了。这时短发女生终于发现了后墙的墙壁是空的，但她一直找不到出口，在周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直到比赛结束才有人找到了出口，但是为时已晚，他们超出了比赛时间。秋山和冈部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1000名高中生输的口服心不服，他们终究是比不过伪装大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有信心能找到他们吗？6个人被困在7米深的天井里，谁能在20分钟的时间内快速逃出去，就能赢到10万奖金。高墙的四周几乎没有支点，想要徒手爬出去简直难如登天。1号玩家小胖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，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几乎没有机会，但他找到一根可移动的钢管和1节电线，有早没早总要试一下吧。小胖将电线扔向上方的水管，就算挂住了又如何，肯定拉不动250斤的身体。他转念一想，既然爬不上去，那就往下面走。积水的下水道谁敢尝试啊？游戏规定每5分钟就会投放一个辅助工具，小胖拿到了一个扫把，他爬到墙壁的水管上，打算用扫把挂住上方的平台，长度刚刚可以够到。
但是还没有往上爬就出现了断裂的声音，这也太不结实了，肯定是扫把有问题，绝对跟体重无关。10分钟后，他拿到了第二个辅助工具，一辆滑板车有什么作用呢？或许可以绑在电线上成为飞虎爪，只要勾住上面的墙头就有机会爬出去，但是电线长度不够，几次都扔不上去。15分钟后，第三个辅助工具出现，这捆绳子够长也够结实，小胖决定继续绑在滑板车上做飞钩，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式逃生，只能在仅有的工具上浪费时间，好不容易扔上了墙头，但是背面抓的并不结实，稍微一使劲就能扯下来。小胖吓得差点原地去世。这时20分钟时间已到，他没有挑战成功。2号玩家乔治面对高墙同样束手无策，他也准备用电线勾住水管往上爬，但是光滑的壁面无论怎么扔都挂不住。倔强的乔治扔到手麻，扔到绝望。这时节目组投放第一个辅助工具，他这次要用扫把挂在上面的防护刺栏上，用力拉几下并不确定牢不牢固，算了，还是不要冒险了。10分钟后，节目组扔下来一辆滑板车，唯一的用途就是和电线结合。乔治撑在角落里往墙头上面扔，看来电线是真的不够长，于是将双线改成单线，重新绑住滑板车。这次应该能扔上去了吧？好像卡住了。乔治赶紧换个位置准备往上爬，脚下的支撑少之又少，而电线经不住压力出现了裂痕。乔治一点也没有发现，他还要往上面爬。好在节目组提醒开始投放新的辅助工具，他反而又不高兴了。节目组的好心终究是错付了。这时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乔治只能换成绳子重新布置路线，但这次却很难勾住，来来回回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这条逃生路线明显行不通。很快时间结束，他也没有挑战成功。最近老有粉丝问我为什么更新慢，那是因为我正在帮刚毕业的表弟找工作。好在有朋友告诉我用了呀面试，边聊天边求职，效率超高，而且24小时不回复平台直接赔付，还是58同城找工作上岗快啊！现在毕业季民企全天直播招人呢，而且平台实地和验过的技工工作超多，有保障还放心，工作搞定还能找房东直接租房，很方便，事事可成58同城。3号玩家杰克与前2位的想法截然不同，他甚至想从后门走出去，这门明显打不开。他把钢管固定在角落处，准备往上爬，破损的墙壁成为不了支点。5分钟后，节目组开始投放工具，他一看就没什么用处，只有另一边的墙壁很适合攀爬，只要够到2楼的窗台就有机会爬上去，但是脚下只有一根钢管支撑，很难再往上攀爬。杰克艰难地抠着墙缝，慢慢切换双手抓住了2楼的窗台，这个位置距离墙头还是很远，他的胳膊力气耗尽，只能放弃攀爬。10分钟后，第2个工具扔了下来，杰克不想在没用的东西上浪费时间，想都没想就扔到了一边。他还是坚信这个角落可以爬出去，刚熟悉了爬上窗台的技巧，2只手就紧张的出汗，他只能再次跳下来，将防滑粉末涂在手上，然后深吸一口气继续出发。2楼的窗台已不是难题，但是往上一步脚下就没了支撑，他必须靠2只手臂挂在窗台上，过度的用力导致双手一直在发抖。这次尝试已经很接近目标了，杰克决定歇1分钟再开始。这时节目组投放第3个工具，他甚至没有多看一眼，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策略中。时间只剩下4分钟了，这次必须破釜沉舟，使出全力。当他爬上2楼的窗台时，脚下一直在打滑，他赶紧腾出1只手抓住不太结实的水管，在他没断裂之前努力抓住了墙头，2只手一起用力往上爬。杰克终于离开了深坑，用时18分钟42秒。这个成绩能不能拿到奖金呢？4号玩家小黑也尝试用水管攀爬，但是7米的高墙还远远够不着，而节目组提供的工具也几乎没用。他一直思考了15分钟，决定用杰克的逃生路线试一下，连续跳了3次才够到了墙缝，但是他的体重较轻，手臂够长，攀爬起来比杰克容易很多，只用了2分钟就够到了墙头。有了支撑，小黑很快就爬了上去，他也挑战成功了，用时17分钟41秒。小黑的成绩比杰克快了1分钟。5号玩家阿伟准备也从这面墙壁逃生，他把钢管的位置往上挪了挪，利用门上的铁钉开始往上爬，而墙上的电线非常脆弱，他小心翼翼地扯着往前面移动。当他好不容易爬上窗台时，几乎耗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悬在半空的双脚一直在打滑，而距离墙头还有50厘米，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。阿伟只能借力破旧的水管堵一堵。他也挑战成功了，只用了2分钟03秒，这速度无敌了。阿伟很有信心拿到奖金，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黄毛了。他最擅长攀岩，只要有1指墙缝就能毫无畏惧地往上爬，而这条别人走过的路线还能难住他吗？2只脚就像蜘蛛侠一样贴合墙壁，4只发达身手就能轻易够到窗台。黄毛只用了1分钟53秒就逃出了深坑，他用时最短也最快。恭喜黄毛赢得了比赛，也拿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式逃出来呢？这才是捉迷藏最极致的隐身方式。8个成年人将极限伪装隐藏在小学生的校园内，只要躲过300名学生长达20分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00万奖金。整个学校的面积共有2万多平，
而主场开战的小学生又非常熟悉场地，8名玩家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应对本次比赛。1号玩家阿诺酱发现学校的各个角落都装有排水管和通风箱，他决定在电梯入口处的墙壁上复刻一个新的水箱，留出的空间足可以装得下一个人。而且小学生一般不会触碰硬件设施，但是外面30度的高温他能坚持多久呢？2号玩家粗品也找到了藏身之处，他看到3楼的电梯口非常宽敞，如果做一个假电梯藏身也毫无违和感，而且学校规定小孩不能使用电梯，他可以放心大胆的改造了。1:1复刻的按键非常逼真，只有同时按下2个按钮才能打开电梯门。他故意将线索留在电梯使用说明上，小学生不坐电梯也不会特意去查看。粗品的隐藏技巧如此之高，能不能骗过小朋友的眼睛啊？3号玩家松尾本打算藏在不起眼的轮胎里，但他弯不成180度的灵活嵌入，只能在旁边并排放个一模一样的做伪装。他没有完全藏起来，而是把头部露在外面，用锅底灰把脸部涂成黑色贴合轮胎的内部。化妆师将轮胎呈现出该有的痕迹和质感，再把地面的湿土完全遮盖住。你还别说，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。其实只要换台屏幕清楚点的手机，还是能找到破绽的。最近我发现转转的二手手机好划算，我这苹果15支花了3300，就比16少了个拍照键，却便宜了2600。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买二手性价比更高，而且转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，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。他家索尼 A6400套机也很不错，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。4号玩家赛亚在图书室更换了一台管理员的书桌。从外面看几乎没有差别，但是里面却能藏得下一个人。只有拿开桌面上堆积的书本才能发现线索，而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才是真正的入口。赛亚对自己的设计很有信心，他藏在里面可以安息了。5号玩家刚布准备在实验室添加一张一模一样的实验桌，他提前查看过课程表，今天没有实验课也就不会有人触碰它。唯一的破绽就是胶带贴住的号码牌，只有撕开它按下按钮才能找到它。但是小学生的心思很难预料，可能没有人会发现吧。6号玩家秋山看到2间音乐室的中间有一扇上锁的后门，而且倾斜的墙壁足可以建造密室。他将门的位置往前移动了20公分，中间的夹角也能藏得下一个人，只有通过下面的小窗口才能找到他。但是这个位置一般人不会去碰，秋山坚信小学生没有那么聪明。7号玩家菊田穿上绿色的伪装衣就爬上了体育馆的2楼，这里没有入口，也不会有人上来。他只要躲在绿色渔网的角落处就能完美隐身，依小学生的身高和视线也很难发现。正所谓越危险的地方可能会越安全。8号玩家向井在杂物间扩建了一面新墙壁，他就藏在2面墙壁的中间，这里本来就很凌乱，也不会有人注意空间的大小，而唯一的出口就在纸板箱的最下面，只有钻进去才能看到夹缝中的新世界。他的脑洞最为逆天，没有被驴踢过是绝对想不出来的。8个人全部隐藏完毕，所有的学生早已迫不及待要开始搜捕了。他们有20分钟的寻找时间，如果找到8位玩家就能瓜分100万奖金。主持人开始倒计时。学生们疯跑着来到学校的各个角落开始寻找，这里是他们熟悉的场地，想找人岂不是轻轻松松？但是遇到大师级别的伪装就没有那么顺利了。每个小孩都很重视本次的比赛，他们在杂物间仔细的翻找，没有人发现空间变小了，只有2位男生不放弃继续扒拉。墙缝里的向井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而外面的松尾就比较轻松了，有人来了就闭上眼睛。这么不起眼的轮胎甚至没有人会去多看一眼。3楼的电梯不停的有人经过，但都没有发现异常，只有一位小男生注意到角落的空间比平时变窄了，随后引来更多的学生驻足查看，越看越不对劲，尤其是电梯按钮的形状明显不一样。同学们，你按一下我按一下，竟然触动了开关。只用了3分钟17秒就找到了粗品，他被淘汰了。体育馆的菊田藏得战战兢兢，他看到下面的小学生乌泱乌泱的跑过，但都没有抬头往上看，不知道这份安全还能持续多久。再看秋山这边，一名小学生正准备打开后门，发现锁住就跑开了，好险呐！每一次都近在咫尺，每一次又完美避开。但体育馆的菊田还是被眼尖的学生发现，成为了第2名淘汰者。只用了5分钟就找到了2个人，学生们的自信心瞬间提升。一位男生在冈部的头顶翻来翻去，竟然又一次错过了，甚至有人重重的锤击了桌子，都没有发现猫腻。现在的熊孩子都这么虎吗？轮胎里的松尾一会睁眼一会闭眼，灵活切换着各种形态，殊不知路过的小学生已经发现了他。松尾坚持了7分钟30秒也被淘汰了，他们找到了3个人，剩下的5个人藏哪去了？这时黑衣服男孩快速跑向阿诺酱的旁边，仔细看了一会并没有发现异常又走了。阿诺酱有惊无险，赛亚的桌子被学生们敲来敲去，就算听出了声音有些不一样，
但却没有人相信这里面会藏人。另一边的绿衣服女孩好像发现了新的线索，她记得这里是空的，没有放桌子，而且用胶带贴的号码牌也太草率了吧。当学生们撕开贴纸打开暗格时，就看到了猫在里面的钢布，又淘汰一个人。时间过去了10分钟，下半场的搜捕不会那么轻松了。这时一名小学生拉动了秋山的门把手，还是打不开就跑了。这名女生好像发现了端倪，但她只翻了一下书架又走了。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，他们永远也想不到这群老六的脑回路。向井的杂物室迎来一波接一波的小学生，这里好像更适合藏人，但就是找不到会藏在哪里。4分钟后，2位女生在赛亚的桌子旁翻来翻去，当她好奇地掀开堆积的书本时，才发现最后一本书被固定住。终于找到了赛亚，又淘汰一人。这时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他们必须加快寻找的速度了。终于白衣服女孩发现了音乐室的后门脚步不对，而且还看不到对面的教室了，这里面肯定藏着人。小朋友很快就找到了打开的方式，淘汰了秋山，只剩下最后2个人了。时间还剩下3分钟，他们俩藏身的地方最难发现，尤其是阿诺酱的位置至今没有人怀疑，但是向井的杂物间不断有人进来翻找，每次翻到一半就走了。看到这一群天真的小孩，节目组还是给出了一点线索，提醒他们向井就藏在这间杂物间里。有了这个线索，孩子们继续翻找。小男孩一手掀开纸板箱的底部，看到了最下面的入口。这时时间还剩下10秒钟，他赶紧跳进去钻入密室里面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超了几秒钟才找到了向井。小学生队伍挑战失败，恭喜阿诺酱和向井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得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寻找者，有信心能全部找到他们吗？